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主控制柜的这个操作，还有一些主要的这个功能。好，上面呢这些呢是这个电流表，下面的这些呢是温度控制表，啊，能显示我们这个实际的，这是显示的是我们现在设备的实际温度，每一个区的实际温度。这个呢是这一些呢是我们设定的要达到的温度。最下面的这些呢是每一个区对应的这个区的开关，我们可以按一下关死它，这样就打开了。啊，重点呢是温控表的设定啊，比如说这个是设定键，摁一下它，记住设定程序，然后这个是把设定温度往下调，减少，这是增加啊。设定好以后再摁一下它，就是好了。啊，这就设定完成了。然后现在温度是123度，我们要设定的温度是191度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开关，这个是急停开关，啊，是转动的急停开关。如果有紧急情况的时候，可以紧急停止，啊，可以主机停电、整机停电。然后这个按钮，这个小按钮旋转按钮，这个是变频器的调速开关，通过调整它的这个速度来控制这个主机的转速，也就控制我们这个挤出机的挤出量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变频器的电源开关，啊，那这个呢是这个辅机的启动开关和停止开关，还有这边这个是计量泵，啊，蜡泵、气泵的，蜡泵和气泵的启动、停止开关。这个呢，这是我们的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这个减速机。减速机呢，这个是加注这个润滑油的加油口，把它拧开，加入润滑油。然后润滑油的加注的量呢，需要观察这里，这有一个。这油量在这个透明窗口上能看到，现在在这里能看到的话就可以了。如果低于这个的，低于这个油面低于这个小玻璃窗的话，我们需要及时添加。在这儿呢还有2个泵，一个是这个气泵，这个注入这个蒸完气，还有一个是这个蜡泵，在这里加入这个三杆。然后这2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蜡泵里面加注这润滑油的，这个地方呢在这地方加注润滑油，这地方也需要加注润滑油。然后这上面都贴有这个提醒标志。这个地方呢是接住这个冰完气的连接阀，这个地方也是，然后通过一根这个不锈钢管直接接到这个冰完气表上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个呢也是通过一根这个不锈钢管接到这个，这是后面的这个是这个蜡泵的这个压力表。蜡泵的压力表它主要有一个不同在哪呢？它这个上面呢有一个这个加热带，这个气泵上面是没有这个加热带的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接入这个冷却水的，对这个设备进行冷却的，进行冷却的。一个是进水，一个是出水。这2个进水和出水怎么区分呢？很好区分啊。进水的地方它有一个控制阀，出水的话是没有控制阀的，啊，你只要是进水的地方要接到你的来水，要出水的话接到你这个回水上就可以了。然后上面这一排阀门是这个当设备加温开始运转的时候，需要给设备降温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这些阀门打开，给这个设备进行降温，啊，这个是阀门的话要打开就可以了，这样打开它就会有水流出来，这样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是一个机头的装置。机头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加热圈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只是临时加热的。正常机器运转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要撤掉的，是要把它撤掉的。它这个线的话，它是连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
这个地方有个小箱子，这个小箱子，这个位置。哦，它就是从这个小箱子里面接进来的线，这里面有一个开关来控制它这个电源。然后这个箱子的电源总开关呢，也是在这个主电柜上。刚才前面小箱子就是要在主电柜上这2个红色的按钮控制它的开关。哎呦，这个啊，这种绿色的是启动，红色的是停止，这2个一开一停是控制前面那个小箱子里面的总电源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模片给它安装上。这个是反复的，你看这个螺丝这个。要把它安上，它是它是啊，它有2部分啊，一个是模身在这里啊，再一个是模具的外缘，在这里。你看，现在是这样，把这个模身啊，就是对这里面也行，这么给它对上，然后呢，把它按到这里呢，按到这个身位呢，啊，对，就这样。哦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螺丝。这依次用螺丝把它固定住就可以了。外围这个螺丝固定住，内身呢，当然是要用那个，用到这儿。它中间的这个圆心呢，圆心那个空位置呢，我们用这个模具这个控制杆把它给它固定住。把它逆时针旋转。固定住就可以了，再可以用扳手稍微紧一下。这个固定的时候不用特别的紧，稍微紧一下就可以。其实这个它越转越紧，应该是。因为它是反转的，它随着这个电机的转动，它会自动加紧的。这个安装的时候，可以先把外面这一圈这个小螺丝给它固定好了以后，再把中间那个杆给它装上，因为那个杆吧，如果先装上的话，它拧螺丝比较麻烦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这个呢是什么？这个是给这个当生产过程当中的话，它需要给机头降温啊。这个的话，这个也是冷却水从这个地方过来，我们把它打开的话，给机头加水降温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也一样啊，它是给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网套出来的网套滴水进行这个降温冷却的。然后呢，再就是这两边这左还有右各有一个风机啊，这2个风机的控制开关呢是在前面，这2个风机的控制开关呢是在这个切弹设备上，然后第一个这个绿色的是风机启动开关，这个红色的是风机停止开关啊。这边这个也是一个急停的开关，然后这个切弹设备上呢，有上面呢第一个是模头开关和模头这个速度调节控制旋转开关，第2个是牵引，也就是这个设备里面的一个牵引开关和牵引的速度控制开关啊，这个呢是切弹。就是要把网套给切开的时候，切开的那个刀，它的开关和速度调整开关啊。然后最上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是通过旋转它来控制这个刀的这个切力，也就是通过转动它来控制这个刀和滚子之间的间隙。然后呢，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钉完气瓶的连接方法。下面这个是这个增压泵。增压泵的话，它这个橙色的管子是压缩气体，通过压缩气体给它提供动力啊，让它这个进行压缩啊，产生高压气。然后这个瓶的连接，这些所有的瓶它里面装的其实都是一种气，都是钉完气啊。把这些瓶连到一起，主要是为了
减少这个更换这个气管的频率。然后呢，这些1、2、3、4，这些现在的话是通过这4个串联以后，把它送入到这个增压泵里面，通过增压泵然后打到这一个瓶里面，我们再把这一个瓶、这个瓶、这一单连到这个我们的丁烷，刚才我们那个丁烷泵里啊，最后通过丁烷泵再注入到我们这个设备里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蓝色的东西。啊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过滤器，这是一个过滤器。然后接这个瓶的时候，重点接这个瓶的时候，我们重点说一下，每一个气瓶上面都会有接这个气瓶，我说一下啊，每一个气瓶上面都会有2个阀门，有2个阀门，1、2，这个阀门。一个阀门对应的是气体端，另一个阀门对应的是液体端。就是如果接气体端，它出来的会是气体；如果接液体端，它出来的就会是液体。啊，这个你一定要搞明白。然后我们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接呢？我们接的时候要注意哈，我们最后一个瓶，从最后一个瓶看起，最后一个瓶一定要接到它这个液体端，往前要接到前面这个瓶的气体端。液体端、气体端、液体端、气体端、液体端，然后过来了，到这个增压泵，完了之后，再到它的到液体端完了之后，这个最后一层液体端到了增压泵，增压泵出来了以后，进入它这个什么气体端，完到液体端，接到我们的这个设备的丁烷泵上。最终呢，把这个丁烷气接到了这个丁烷气这个注入泵上，啊，通过这个丁烷气注入泵来增压，把它注入到我们的这个主机里面。然后丁烷气进上泵的话，它有一个调节大小的开关，是在这个这边这个地方有一个旋转开关，就是这个啊，通过我们左右旋转它来控制啊。来控制它的注入量大小。这个蜡泵也是一样的啊，它的大小控制开关在这儿，它是左右旋转的旋钮开关。现在温度已经到达了我们所设定的温度啊，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开机了。把这开关一开，然后调整速度。要打开这个开关，调整这个变频器速度。现在主电机已经开始运转，啊，一般的速度调到10左右。10左右。一开始开机。刚开始开机的时候，这个速度不用太快，